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邀请，日本外相林芳正于4月1日至2日访问中国。这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日本外相时隔3年零3个月再次访华。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2号分别与林芳正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访华的日本外相林芳正。李强表示，维护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今年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5周年，双方要恪守条约精神，坚定致力于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希望日本同中国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应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妥善处置。中日作为重要经贸伙伴，应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林芳正表示，中日在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同日会见林芳正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日关系既存在机遇，也不乏挑战。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是中日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两国关系半个世纪历程给我们的深刻启示。面对矛盾分歧，拉帮结派、喊话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深彼此隔阂。中日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两国关系政治法律基础，重信守诺、以史为鉴是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希望日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关系排障减负。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迄今承诺，不得插手台湾问题，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林芳正表示，中日关系富有发展潜力，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日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加强各层级沟通和务实合作，妥处各自关切，推动构筑具有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共同作为负责任国家，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关于一名日本公民涉嫌在华从事间谍活动案件，秦刚强调，中方将依法处置。两人是第一次举行的一个会谈，也是两人多担任外长以来的第一次的碰面，所以呢，具体的问题应该来说是谈得比较仔细，包括中参会在内长达时间是4个小时。那么这4个小时超过了原来预定的这个2个半小时的时间，说明中日双方在外长的这个层面上面，大家是坦诚的、真诚的、直截了当的来交换了意见，也使得两国在中断了3年之久的高层的交往过程当中，大家找到了许多的共同点。那么这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要建设稳定性的两国关系，同时能够恢复双方的高层的交流。林芳正此次访华是日本外相自2019年12月以来首次。深圳卫视注意到，日媒此前曾释放消息称，中日两国政府正在就日本外相林芳正去年12月下旬访华展开协调，后又改为今年2月，但因中美间突发气球事件，林芳正再次推迟访华行程。对林芳正此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发布消息时用了中方重视林芳正外相此访的积极说法，并称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林芳正外相，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同他举行会谈。舆论普遍认为，尽管中日之间争议争端很多，中国政府这次对林芳正访华还是表现出欢迎与期待。中国对于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视、积极，而且是一贯的。中日两国呢，实际上就是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呢，都是负有责任的大国。所以呢，两国关系尽管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是非常有必要通过这个对话和沟通来双方的增信事宜，同时呢，作为政治引领来加强两国各方面的关系的发展和改善的。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的重要节点。刚刚过去的1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观察认为，林芳正此行是在中日关系正逐步改善的背景下进行。在林芳正访华前，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宣布建成，这将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沟通渠道，
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对中日关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近年来，日本不断配合美国的对华围堵，在军事、高科技等领域充当打手。就在林芳正访华敲定的当天，日本政府宣布将对芯片设备出口继续加大限制。在同林芳正会谈时，秦刚就指出，美国曾用霸凌手段残酷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如今对华故技重施，日本切肤之痛犹在，不应为虎作伥。防卫热线的建立呢，这说明呢，中日关系向这个危机管理呢迈出了一步。那么在日本外相出访中国前夕释放出这个出口管制的消息，难免让人推测背后是不是有美国的因素，还有呢就是这个实际的选择，那么是不是跟国内的这个日本国内的对华这个政策相关的决策程序有关系呢？当然这个决策它不是临时做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日本在长期的战略和政策选择上面，它和美国是什么关系。秦刚还表示，日本是7国集团成员，更是亚洲一员，应正确引导会议基调和方向，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凝聚国际社会真正共识。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林芳正将直接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日媒称，在比利时期间，林芳正将主持 G7 贸易部长会议，就加强自由贸易体系展开讨论。韩国、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外长将出席。日本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也计划在线出席会议。日本是2023年 G7 轮值主席国，5月将作为东道主在广岛主办 G7 峰会。对于日本政府来讲，林芳正此次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台湾问题，也就是关于东亚的安全保障问题。那么日本政府它一直有一种希望，就是希望那个北约东移，也就是说北约的势力能够通过日本的家门覆盖到整个的东亚地区。那么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有分析认为，日本有计划以此次外长会谈为契机，激活部长级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等对话机制。去年11月，中日领导人在泰国曼谷出席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今年2月，中日双方重启了副部长级的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恢复了两国政府间对话。此外，中日政界、商界、民间保持着多层级的各种交往。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公民党计划最早5月派遣国会议员团访问中国，已开始协调日程。如若成行，这将是新冠疫情后日本国会议员团首次访华。3月25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天率团先后对韩国和日本进行了访问。林松天在访日期间表示，此访他带着一个使命，就是在民间领域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曼谷会晤重要共识。疫情阻断人们的交流，加上有的国家炒作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加剧了中日人民之间的相互不了解，产生了误解。中日是无法搬走的近邻，彼此会磕磕碰碰，这是很现实，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增进、促进中日人民相知相亲，构筑和夯实更加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外长会晤还就中日韩合作交换了意见。日前，韩方提议重新举办停办3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27号在宴请驻外外交机构代表时进一步表示，将力争重启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为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最近一次举行是在2019年12月，后因新冠疫情等因素停办至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见了日本外相林芳正，王毅、秦刚也与林芳正举行会谈。那么，您对日本外相此访如何看？日本外相林芳正访华是日本外相时隔3年来首次到北京访问。而在过去3年，中日关系呢在美西方的干扰下走入低谷，以前的基本确定性步入当下的不确定性。无论呢在战略层面、地缘关系层面，还是在经济贸易层面、技术合作层面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两国关系呢今后怎么推动，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要说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呢是日本造成的，体现在4个方面。一呢是美日加强军事合作，把日本推到前台，成倍的增加军费，要干预台海事务，提出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呢，积极投身于印太战略，与
美英澳搞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发展。二呢是美日在技术上合作围堵中国，创建四方芯片联盟。这个美日韩一道呢对华进行芯片和技术出口禁令，试图遏制中国在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日本经济产业省呢刚刚宣布，将对于芯片制造的6类设备，包括清洗、沉淀、光刻和蚀刻等，从7月起实施出口管制。说白了呢，就是要与美国一道对中国实施出口禁令。三是日本不顾国际环保要求，计划在今年向这个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中方呢多次对此提出抗议，希望日本呢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敦促日本呢要确保邻国及这个太平洋地区渔业和人的生命安全。四呢是在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上，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希望政治解决，而日本呢与美欧一道拱火递刀，对乌提供军援，影响到世界和平和经济稳定。可以说中日关系面临挑战，双方呢都期待能够管控双边的矛盾分歧，推动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这次日本外相访华呢，就是通过坦诚的交流，看如何排除干扰，克服难题，能够向前看。我个人的看法是，日本外相这次访华解决不了多少实质性问题，但是呢，双方都会摆明立场，先把问题找出来，以后呢再找解决方案。中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也宣布，两国将开设军方热线，以避免出现偶发的军事冲突。那么，这对于中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中日关系呢，有尖锐对立的部分，也有可以适度缓和的部分。但是呢，对立的地方恐怕呢比可缓和的地方要多得多。因此呢，我们把中日两军间开设直通热线不要看得太重。这个热线呢，可能对减轻钓鱼岛争端、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避免出现偶发性的军事冲突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中日关系的大局呢影响不大。中方呢已经向日本呢提出几项要求，一呢是亚洲呢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日方呢应当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的利益，不能够拉帮结派，不能选边站而制约本区域的合作。二是日本呢要负责的处理福岛这个核污染水排海。三呢是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上呢有被美国残酷打压的切肤之痛，不应该呢为虎作伥，这个伙同美国来打压中国。四呢是日本不得插手台湾问题，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因为台湾问题呢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日本呢在这4点中国的关切上有所改善，有比较好的表现，这中日关系呢才可能有所改进。总体而言呢，中日关系仍然以管控风气为主，以排张减负为要，还没有到向好转换的程度。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日前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华言论过热，急需降温，但又扬言美国应继续加快对台售武。您是如何来看米利这看似矛盾的言论？我们要清楚的是，马克·米利并不反对美国对华遏制，这从其强调美国继续加快对台军售就可以看出，其在打台湾牌方面呢和其他的美国政客没有任何区别，也是力主以台制华。但是呢，米利认为，美国如果在遏华方面的步子迈得太快，可能导致中美之间在短期内爆发冲突或者战争，而这对于美国是不利的，因为美军现在面对解放军没有必胜的把握。美军之前多次进行的因武装干涉台海而引发的中美军对抗的计算机模拟结果表明，美军基本都是失败。也就是说，在米利看来，美军从之前的应对反恐战争转向应对传统大规模高强度战争的战略调整，才进行了几年时间，各个军种的调整和部署还没有到位嘛，武器装备的库存也明显不足，现在不是和中国摊牌的最佳时机。因此，米利的言论呢，看似有两面性，甚至是矛盾的。实际上呢，米利是在提醒美国政府和国会把握好对华遏制的节奏，不要急躁。对我们来说呢，要看透美国对华态度的本质，而不是过于关注美国某些政客、军方人士的对华言论。
要打破美台勾连，粉碎台独势力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迷梦，遏制美国武装干涉台海。我们必须始终坚定地继续大力发展，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啊。好的，也谢谢施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当地时间3月29号，美国空军宣布已放弃 AGM-183A 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计划。另一方面，携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于今年1月首次执行远洋战斗巡航任务。美国是如何从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先行者走到如今田地？面对被誉为俄罗斯海上最利尖刀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在该领域研发又将何去何从？来看看报道。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当地时间3月28日向国会议员表示，由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高超音速导弹 AGM-183A 在3月13日的最新测试没有成功，且没有从此次试射中得到需要的数据。肯德尔还表示，美国空军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军种的另一个主要的高超音速武器计划上，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但在第二天，美国空军负责采购的助理部长安德鲁·亨特在众议院出席听证会时证实，美国空军目前不打算在原型设计阶段结束后继续采购 AGM-183A 导弹，但仍将完成该项目最后2轮的试射安排，以为未来高超音速项目提供信息和测试数据。这意味着原先在2022年进入美国空军采购清单的 AGM-183A 导弹，由于研发项目遭遇一系列失败，最终采购资金被转为项目研发用途。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又名空射快速响应武器，是由美国空军主导研制的一款高超音速助推滑翔式武器，最高速度为20马赫，采用全程滑翔技术，由一个火箭助推加速到指定速度后滑翔打击目标，最大射程可达1600公里。据统计，2017到2024财年，美国空军为 AGM-183A 项目投入或编列的预算总额已达到16.5亿美元。回顾 ARRW 项目的研发历程，试射成功少、失败多是其被叫停的主要原因。ARRW 项目于2018年启动，在2021年1年中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就经历了试射3连败，引发美军高层质疑，一度导致美国国会在2022财年综合支出法案中否决了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的采购计划。在去年5月的第4次试射中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从一架 B-52轰炸机上成功发射，飞行速度达到5倍音速。而今年3月13日进行的第5次试射宣告失败，将 ARRW 的成绩定格在了5次试射，其中4次失败。美国动力网站称，毫无疑问 ，ARRW 计划的取消对空军乃至整个美国军方都是一个打击。高超音速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快它特别是按照国际的定义，它这个飞行的极速那超过5倍音速以上，那俄罗斯有的是10倍。那试想这样的一个极音速的这个速度，它的对于这个弹体的材料，还有它一些相关的导控甚至动力系统都是非常严格的考验。在极音速导弹这个研究上，我必须讲，美国可能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包括材料，包括一些运作的机制等等，它不够全面，不够完整。这就是为什么它整个发展的步调，相对于中俄两国，它是感觉到挫折比较多。深圳卫视执新闻注意到，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起步最早。上世纪90年代，美军提出全球快速打击计划，目的是能在1小时内用常规武器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该计划实施的关键在于速度，配套研制的各种飞行器都必须达到5倍以上音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X-51A 乘波者高超音速飞行器。这款无人高超音速试验机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普惠公司和波音公司共同研发，于2010年开始全球首测。同年测试的还有猎鹰2号高超音速战机。这款最大设计飞行速度被要求达到20倍音速的飞行器，可以在2小时以内飞抵全球任何位置。美国的多项高超音速武器研究在测试中为美国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但在研制列装进度方面大幅落后，研发计划一度被搁置。直到近年来俄罗斯等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问世，美国才紧急重启这些研究。
有观察指出，尽管美国在科技实力和资金方面仍具备很大优势，但在目前缺乏技术储备的前提下，在很短时间内想赶超上来，依然困难重重。美国的相关武器的发展，它过去来都是包括航母，包括下一代战机，等等，它发展的重点是在大国竞争这个部分。它不像它的对手，面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我必须想这个巧门进行突破，来进行一个军事的平衡。近年来，美军重启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和开发，美陆海空三军在该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海陆空三军都想让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先声夺人，进而获得更多资金扶持。目前，美军正同步开展4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分别是由美国空军主导的空射快速响应武器和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由美国陆军主导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由美国海军主导的中程常规快速打击武器系统。如今最接近研发成功的 ARRW 项目面临下马，其他的3个项目则仍处于初期研发阶段。美国白宫近日公布2024财年预算案，提出为武器研发计划投入1450亿美元巨额资金，专门用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推动美国军事装备现代化。有分析指，美军多军种加紧高超音速导弹研制开发，将加剧美军费内耗以及域内军备竞赛的紧张氛围。俄罗斯目前已装备先锋、锆石、匕首等多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去年3月，俄国防部宣布，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乌军在西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大型军事燃料基地。按照俄专家的说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实战中投入高超音速武器。今年1月，携载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首次执行远洋战斗巡航任务，意在确立俄罗斯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海军中将约翰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急需在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开发方面赶上俄罗斯。为此，除了延续当前各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项目，美方还加大与盟友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3月21日报道，美日计划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去年4月，美英澳3国发表联合声明称，承诺在奥克斯联盟框架下，就高超音速、反高超音速和电子战能力方面开展新的3边合作，扩大信息共享，深化国防创新合作。近期其实包括日本，包括好几个美国的盟国也相继要采购，比如新型的导弹，像战斧巡航导弹。其实在美国的带领之下，美国的盟国也有不同属性、不同领域相关的导弹攻击和防御系统。那整体来讲，我认为美国在与盟国在诸多的这个方面可能会进行一些合作或协作，就像美国和日本对于海基的反导系统，它共同发展所谓标准3型反导所使用的这个导弹，那类似的这个案例，我认为也可能用在未来的武器研发。虽然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装备上落后于对手，但美军计划打造天基传感器系统，建立针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分层防御体系，以削弱对手的优势。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美军计划研发的高超音速和弹道跟踪天基传感器系统由约200个传感器载荷组成，搭载在下一代太空体系架构的低地球轨道卫星上，能够探测、跟踪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等先进武器，为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关键数据。美军预计在2023年发射第1颗卫星。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在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最新一次测试失败之后，美国空军决定放弃该项目，您对此如何看呢？美国空军会否继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呢？从 AGM-183A 的整个研发情况来看，放弃的表面原因是测试失败次数太多，美国空军没信心了。到目前为止 ，AGM-183A 共进行了10次测试，仅有1次成功，1次部分成功，8次失败啊！很明显，屡屡失败让美国空军的信心严重受挫，认为继续发展该项目已经没有成功的可能，或者继续推进的话呢，需要太长的时间，美国空军等不起，所以干脆放弃，及时止损。然而，美国空军放弃该项目的深层原因，显然是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原理呢，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项目评估不严谨，仓促上马。这种问题呢，不仅在美国空军身上存在，
而且在美国其他军种和科研机构身上呢也存在。美国在20多年前就开始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项目包括 X-51飞行器、猎鹰 HTV-2号超音速飞机等，但无一例外，这些项目呢都因测试失败次数太多而先后放弃。2018年，美军一口气上马了8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其中涉及美国空军呢就占了3个项目，但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呢都是仓促上马，缺乏严格论证，这就为后来发展过程中问题频出埋下了重大隐患。美国空军呢今后还会继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际上呢，现在放弃 AGM-183A 很可能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发展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这是在之前的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念基础上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那在您看来，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屡败屡战？美国是一定要发展出高超音速武器的，而且还不会是一款。这是由美国维持军事技术优势，进而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思维决定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大优势是突防能力很强现有的防空系统呢难以拦截，因此谁拥有高超音速武器，谁就能显著增强自己的军事威慑力。因此呢，美国在看到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实用型高超音速武器之后呢，马上坐不住了，重新开始大力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尽管各个军种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多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进展都不顺，甚至现在还出现了 AGM-183A 项目下马的情况，但美国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而这也才会有美国目前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方面屡败屡战的现象。本着广种博收的心态，美国认为在一大堆项目中总会有1-2个开花结果，而一旦有成功的型号问世，那么美国必然会进行更大的项目推广活动。同时呢，还要看到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技术积累是深厚的，人才也不缺，军工体系完善而先进，资金更是雄厚，因此绝不可轻视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发展。好的，也谢谢石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3月30号，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大陪审团通过投票，决定就封口费一事起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这也成为美国首宗前总统被刑事指控的案件。验薪封口费事件将如何影响2024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还有哪些官司缠身？两党恶斗加剧，又如何加深美国撕裂？来看看报道。特朗普的聆讯定于当地时间4月4号下午2点15分，在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举行。知情人士称，特朗普计划3号从佛罗里达飞往纽约，在特朗普大厦过夜后，第2天出庭，聆讯结束再返回佛州。特朗普的律师透露，特朗普将在提审开始前提出自首。国会山报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在被提审后获释，因为对他的指控不包括任何暴力重罪。On Tuesday, Trump will be arraigned in Manhattan Criminal Court, the first president to ever face criminal charges. He will be fingerprinted and have a mugshot taken, but not handcuffed, as he will be in Secret Service protection. Some say Trump could use his booking photo as a political tool. 在曼哈顿下城刑事法院街对面的一个公园里，反特朗普者集会示威，打出特朗普一直在撒谎的大横幅。考虑到安全问题，纽约市计划在特朗普被提审期间关闭曼哈顿下城的主要街道，包括中央街、巴士特街，预计将禁止通行，附近地区还有可能禁止停车。Preparations are underway outside criminal court in Lower Manhattan, wher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ill be arraigned on Tuesday. Barricades are going up, officers stationed, and roads are expected to close as the Secret Service leads a massive team of law enforcement, ensuring the safety of everyone involved. 特朗普此次被刑事指控的起因事关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是否挪用13万美元竞选经费支付给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作为封口费。特朗普当时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2018年爆料称，在特朗普的指示下，他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让他对于特朗普一夜情保持沉默。联邦检察官指控称，虽然支付封口费本身并不违法，但用法律顾问聘用费名目支付这笔钱违反了联邦竞选资金法。
丹尼尔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检方的决定证明特朗普不是刀枪不入，但他也坦诚曾收到不少死亡威胁。 The first time it was like gold digger, slut, whore, liar, whatever. And this time it's like, I'm gonna murder you. 舆论的发酵也将召集大陪审团的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推上了风口浪尖，使他成为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的眼中钉。特朗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点名痛骂布拉格。现年49岁的民主党人布拉格是首位非裔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联邦检察官和纽约州前首席副检察长，以脾气温和、不爱出风头著称。他在竞选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期间，声称自己参与起诉特朗普或其政府100多次，并带领团队起诉特朗普基金会，导致该基金会解散。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指责布拉格试图干涉总统选举，对美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众议院将追究布拉格和他史无前例滥用权力的责任。 This is a case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another individual in this country if his name wasn't Donald Trump. Now he turns around purely for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ndicts a former president on misdemeanor offenses that they're straining to try to convert into felonies. That is when you know that the law has been weaponiz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知情人士称，除此案外，特朗普还面临多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其中包括至少1项重罪。若相关罪名成立，特朗普将面临最高4年刑期。美媒指出，相关案件打破了美国刑不上总统的潜规则，特别是这次起诉是由地方检察官而非司法部提出，为全美各地的检察官自行追究前总统责任打开了大门。这次诉讼是在纽约州发起的，那么纽约州也是民主党方面一个关键的一个政治大本营，是它的基本盘所在。那么对于共和党，尤其是对于特朗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和他的这个基本盘来讲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围绕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宣传和动员，把它包装成一种民主党方面对于共和党的一种政治迫害。早在上月18号，特朗普就已经率先剧透了自己将被捕的消息，同时还煽动支持者出来抗议，令外界忧虑国会山暴乱重演。4天后，特朗普再次发文暗示，如果自己被纽约检方起诉，美国将会发生新的暴力事件，后果可能是死亡和毁灭。分析指，特朗普一直在渲染自己被迫害的状态，是想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先发制人地激起其支持者的愤怒。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3月30号评论说，此次对特朗普历史性的起诉，可能将对2024年总统选举乃至国会选举都产生广泛影响，也会给两党斗争添加了新料。而美国现总统拜登日前被问到相关问题时，直接来了个拒绝4连。Are you worried this will further divide our country, the indictment? I have no comment on that. Mr. President. Possible protests in the wake of the indictment? No,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rump's indictment. What's the indictment? What for the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I have no comment at all on Trump. Talking against Trump are politically motivated. I have no comment on Trump. 有分析称，对于拜登和民主党而言，现在不回应才是最好的回应。封口费这个事情对他的2024年的选情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特朗普本人和他的这个团队的表现来讲，显然他们是想要围绕这个诉讼的这样一个文章，把它最大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动员和提振自己在党内支持率的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个起诉的事件本身，它就是美国这个政治极化和党派斗争进一步深化，甚至说极端化的一个表现。